这三大创新，第一个是多头潜在注意力，也就是 MTP， 第二个是混合专家 MOE， 然后多 token 的预测 MTP， 这三个架构上的创新帮助 DeepSeek 将训练的成本压到了非常低。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在 DeepSeek 有好几个产品 ，V2、V3、R1、Zero、R1 这几个模型的关系应该是这样。DeepSeek V2 是2024年5月发布的基础通用模型，性能还行，但是不够惊艳，当时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特别大的反响，但在行业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。然后在2024年12月发布了 DeepSeek V3 版本，这个是 V2 版本的一个升级版，它直接对标的就是 GPT-4o， 能力上也基本上一致。有了 DeepSeek V3 这个通用能力的基础模型之后，研发团队继续探索怎么让这个模型有更强的推理能力。于是，在 R1-Zero 这个探索版本上获得了惊人的发现，知道了怎么让模型有更强大的推理能力。于是把这个发现应用在了 R1 上。2025年1月20日发布了 DeepSeek R1， 它直接对标的是 GPT-O1。在 V3 版本上 ，DeepSeek 就将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1/10，所以实际的重大创新是在2024年的12月份就已经发生了，而并不是到1月份我们大众知道的那个时候，这个技术创新才诞生。DeepSeek 将这个训练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1/10，不是靠什么廉价的劳动力而是真的在技术上做了很多突破，包括了模型架构和部署等方面，将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需要的算力需求降低了90%还要多。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创新，在 DeepSeek 自己的论文中就有相应的总结，主要是以下2篇论文，一篇是 V3 的 Technical Report， 这个是12月份DeepSeek 团队发布的，然后1月份又发布了关于 DeepSeek R1 推理模型的这个论文。去掉废话和重叠的部分，真正独特的技术创新点主要在3个层面。第一个是在模型架构上，那模型架构上有3大创新，从 V1 版本一直逐步迭代优化到 V3 版本。这3大创新，第一个是多头潜在注意力，也就是 MTP， 第二个是混合专家 MOE，然后多 token 的预测 MTP， 这3个架构上的创新帮助 DeepSeek 将训练的成本压到了非常低。第二个层面是在硬件部署和训练上追求极致的训练效率，主要是通过2个方向，一个是 FP8 的混合精度训练框架，一个是算法框架硬件共同协同，克服了跨机器 MOE 的训练瓶颈，实现了近乎完全的计算通信重叠。这一个层面呢，偏向于在硬件层面上的一些创新突破，或者应该说是在硬件效率利用上的突破。然后第3个层面呢，是在后训练阶段发现了强化模型对推理能力的强大提升，也就是 R1 的突破。很明显，第一和第2个层面是真正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，它是从算法和充分利用硬件效能上进行了突破。第3个呢，是后训练阶段有了一个现象级的发现，把这以上3个层面的内容搞懂，对 DeepSeek 这一轮技术创新就彻底了解了。接下来野生君会将这些技术细节详细的一一介绍给大家。我们先从后训练的 R1 模型这一部分创新来讲。为什么先讲这个 R1 的这个创新呢？首先，这个发现相当于打破了 OpenAI 在这一块的技术垄断，同时呢，这一个发现它主要是概念上驱散了大家思维中的一个迷雾，很容易理解。它具体的计算详细原理我会放到最后再说。最后呢，是前几天野生君求职面试的时候呢，刚好被问到了这个 R1 的问题，恰好当时我还没有看到 R1 这一篇论文，正在按顺序研究 V3 的这个技术内容，被面试官哐哐打脸，说好的对 DeepSeek 的技术非常了解，结果答不上来。然后面试官又只了解 R1 的一些内容，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又问不上来，最后结果也不出所料，最终就被当水货给丑拒了。昨天补完了这个 R1 的整个技术细节之后，就这么简单，第一个把这个讲清楚，免得小伙伴碰到跟我一样的状况。这部分内容就先介绍到这，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